母爱的代价究竟有多沉重？信仰的疯狂又能达到一种怎样的极端？神明用丝线操纵子民的思想，甚至甘愿牺牲国家的命运和种族的未来，而为的仅仅只是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。完整的灵魂被塞入机械一分为二，拒绝改造的虫子被投入岩浆当场处死。疯狂背后的真相更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。王国如何衰败？狮子哥又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？本期就让老蛋带大家走进这个沉眠地底的狂热国度。在遥远的外域曾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，只要踏上朝圣的道路，来到这片土地的最顶端，就能实现凡穷极一生的追求。大量的虫子追寻传说而来，在这片土地上驻扎生存。慢慢的，一个远近闻名的愿望国度仿洛在传说中的歌谣诞生了。他们成立教堂，供奉这里的神明，并将其视为君主，献上忠诚。在这份狂热信仰的裹挟下，教义代替了思考，暴力成为了公理。然而所谓的神明也只是奇迹的追寻者。作为王国的最高统治者，他下令抓捕那些拥有特殊能力的虫子，抽取灵魂成为自己的养料，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强行达成自己的心愿。而我们的主角大黄蜂就是被绑架的其中一员。但神明并不知道，这将是他犯下的最致命的一个错误，因为屏幕前的你会成为拯救这片国度的传奇和英雄。侥幸逃出牢笼的我们拿回了自己的武器真刃，但受伤的身体还是支撑不住，倒在路边。直到一位年迈的教堂侍女将我们唤醒，从她的口中我们得知，绑架大黄蜂的教廷是这里真正的掌权者。面对权力，是选择息事宁人，还是应该奋起反抗？为了搞清楚这一切的缘由，我们便开始向顶端攀登。顶端的尽头便是教堂的堡垒，同时也是宗教的圣地，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常会有同行的朝圣者，他们用乐器代替武器，并坚信凭借祷告和歌颂就能躲避道路上的危险。而另一些朝圣者则完全相反，展示出强烈的攻击欲望。我们观察到是一种带有魔力的丝线控制了他们的行动。大黄蜂也能生产出类似的丝线，这还要得益于他从母亲身上继承了编织者血脉。教廷或许就是看中了这份力量，才不惜代价要将它绑上圣宝。分散在四周的编织者遗迹也能从侧面佐证这个观点。然而在询问当地的居民时，他们却对编织者这一古老种族闻所未闻。为了了解这片土地的过去，我们来到遗迹进行探索，在无意间触发了附着在上面的残魂。在他的口中，我们得知整个王国的臣民都因为信仰而陷入了疯狂。要是放任其发展，用不了多久，仿洛就会被这份信仰摧毁。他也对现状无能为力，只能将拯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。答应他的请求后，残魂用最后的丝线强化了大黄蜂的力量。但这一举动很快就被圣堡的虫子察觉，他们派出一位纯白色的虫子，名叫雷斯。雷斯挑明了大黄蜂编织者的身世，并要在这里杀死他。但他身边的白蝴蝶又好像曾经给予过我们帮助，一时间有些难以分清是敌是友。击败雷斯，他并没有像其他虫子那样倒下，而是从桥上逃走，为我们让开道路。继续向前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废弃机械和发狂工作直到死亡的普通民众。在他们的阻拦下，向上攀登的过程开始明显的有些力不从心。看来这里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。一路探索来到王国边境，再向左走就能离开这里，将一切抛在脑后。而右边则是数不清的强敌以及我们被绑架的真相。屏幕前的各位觉得是逃避可耻但有用，还是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去解决问题呢？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对于大黄蜂而言，祈祷麻烦消失并不是它的生存方式，拿起武器解决施暴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。来到大门，击败守卫，圣歌堡垒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游戏进入第二幕。随着大黄蜂不断向顶端靠近，丝线的诅咒也越来越严重，甚至连死尸也被操控复活，与我们进行战斗。我们无数的大多数的探索直接向圣堡的最顶端出发，直到突然出现的围墙将我们困住。一个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BOSS 飞出背景出现在面前，机械舞者。这里就有人说了，你这明明是两个呀。各位观众不要着急，在击败机械舞者以后，笔记会更新相关信息。两只鸡虫共享一个灵魂，精致的记忆却难以掩盖悲哀的命运。这场战斗也如同笔记所描述的那样，BOSS 的攻击节奏随着音乐由慢到快，在杀死其中一只后，
背景音乐变得哀沉，侥幸存活的那只失去了攻击的欲望，并开始沉浸在独舞之中。但没有舞伴的他完全失去了光彩，最后只能在真人中倒下。在击败舞者以后，3尊雕像缓缓上升，他们拦住了去路，需要我们找到象征的权力、记忆以及知识的3份乐谱，才会让开道路。看来想要逃课是不太可能的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探索吧。兜兜转转来到高庭后，这里我们遇到了曾经的教廷骑士团。高庭原本是圣堡的权力机构，骑士们会秉持着慷慨与正义，帮助所有落进麻烦里的虫子。而在丝线的诅咒下，他们却堕落成为只知道要杀戮的机器，将骑士团击败，进入内殿。在一位仍然存有神智的老虫手中，我们取得了象征权力的乐谱。从高庭离开，继续向上，来到机械核心的最顶端，代表记忆的乐谱就藏在一些由音符图案构成的拼图石板中。机械枢纽代表着王国的最高科技，坊络内大部分精巧的机械都来自于这里，比如我们先前提到的机械舞者。在3处乐谱中，这里是唯一无人看守的地方。机械师们过分沉溺于技巧而忽视灵魂，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。解开音符的谜题，记忆的乐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最后就是代表着知识的乐谱，就藏在王国图书室的最深处。进入这里，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解谜或者是战斗，因为守护它的虫子早就死在了书库的最深处。在狂热中，知识是最先被放弃的。集齐3份乐谱，我们做好准备，再次来到了雕像前。雕像缓缓下降，通往最顶端的电梯为我们打开。雷斯就在顶楼的花田中等待着。他当然不是坊络的君主，但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之前的多次交手已经隐隐让大黄蜂察觉到了他的身份。再次战胜雷斯，我们有机会用丝线去窥探到他的目镜。结合先前在圣堡四处探索时，从一名先知口中了解到王国的兴衰，我们对整件事情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。坊络的君主是一位编织者神明，他的种族极度重视繁育，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虫能够和他诞下子嗣。在本能的控制下，对于孩子的渴望驱使他用丝线捏造了一个纯粹的生命雷斯。这种生命形式需要海量的丝线去维系，为此他盯上了那些编织者同族。坊络的编织者们一时间都成为了雷斯的养料，只有少数通过其他方式存活下来。与此同时，神明频繁的活动让其他种族的虫子意识到了丝线的力量，他们没能经得住诱惑，开始贪婪的索取，甚至将原本的手术室改为了大型的实验场，只为了能够窥探到丝线的秘密，完成他们永生的目的。但实验并不成功，反而是神明通过这个机会将丝线遍布到坊络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拥有了操纵虫子们思想的能力。另一边，随着编织者的逐渐减少，维系雷斯生命的丝线开始供不应求。为了填补空白，神明向圣堡的虫子们下达指令，绑架外域的编织者，抽取他们的灵丝来供养自己的女儿。这一点在摇篮圣所下方的墓地得到佐证，但在夺取灵丝的过程中，他却忽视了对于雷斯的照顾，所以雷斯对这位创造者其实并不满意，这也为后面真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同属于编织者的大黄蜂理解这种感受，但不会原谅他们的行为。于是，在击败雷斯后，直面神明的战斗真正的打响了。在我们经历的所有战斗中，苍白夫人并不算是一个强力的 BOSS， 论棘手程度，甚至还比不上雷斯。或许长年以来用丝线去维系女儿的生命，已经消耗了她太多的力量，几乎没有花太多的时间，我们控制住她，将针刃刺进了面颊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她体内庞大的灵丝居然彻底失去了控制，抽取的过程变得无法停止，过于强大的力量直接催动了大黄蜂编织者的血脉，让它开始简化蜕变，成为新的生命。但被丝线彻底改造以后，醒过来的还是当初的大黄蜂吗？结局一，智者女王就此达成。然而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在挑战苍白夫人以前，如果积攒到了足够的声誉，再去找先知对话，他就会提供帮助，在摇篮圣所设下陷阱。此时再击败苍白夫人，屏幕下方会多出一个选项，含着我们曾经所找到的乐章，启动陷阱。大量黑色的物质从地底钻出，要将苍白夫人拖进深渊。而大黄蜂偏偏在这种时候出现了一瞬间的愣神，让苍白夫人
趁机挣脱束缚，掐住了他的身体。关键时刻，雷斯突然出现，切断了他母亲的手臂，代替我们被吸入了黑暗。随着落石将我们砸下山崖，游戏进行到第3幕深渊，摇篮圣所崩塌，大黄蜂身负重伤，昏迷倒地。所幸在朝圣者的帮助下脱离危险。在控制住苍白夫人时，之所以会出现意外，是因为大黄蜂认出了陷阱中的黑色物质来历，那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能量，叫做虚空。大黄蜂的家乡就曾因为它濒临灭亡。他没有想到先知会使用这种陷阱，现在好不容易解决了苍白夫人，却迎来了更大的麻烦。虚空凭借着仿落的丝线爬上了大地，让原本就陷入疯狂的虫子变得更加危险。最致命的是，苍白夫人在黑暗中的挣扎也通过丝线传到王国，引发了地震。但是放任不管，很快仿洛就将在这场地震中被彻底摧毁。造成一切的罪魁祸首却藏进了地底。我们找到先知兴师问罪，他也露出了本来的面貌——蜗牛萨满，一个对力量毫无敬畏的种族。与其交谈，我们对现在的情况有了一定的猜测。苍白夫人正对抗虚空的侵蚀，而这些震动就是她垂死挣扎的信号。作为极度重视子嗣的编织者，他这样做很可能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想将唯一的女儿送出黑暗。所以只要救出蕾丝，苍白夫人就应该会停止震动，使王国幸免于难。或许是出于正义，也可能对仿洛产生了感情。大黄蜂不愿意袖手旁观，于是他决定亲自进入深渊一探究竟。但他还是低估了陷阱的威力，由虚空构成的湖水令他难以更加深入。王国的灾难是因为萨满对于法术的滥用，而现在他们理应帮助我们承担起拯救的责任。在大黄蜂的记忆深处，有一朵能够抵御黑暗的白电花，凭借萨满的力量，或许能够深入其中，将花朵取出。回到蜗牛的聚集地，萨满的确拥有这样的咒语，但他们缺少启动咒语的力量。大黄蜂感到无计可施，萨满却已经有了对策。在他们的口中，早在苍白夫人来到这里以前，仿洛就拥有古老的力量。尽管在他的统治下变得微弱，但重要的3颗心被保留了下来。找到这些心脏，获得他们的力量，萨满的咒语就能将白绽花带出我们的梦境。这对于现在的大黄蜂来说并不困难。获得3颗心脏，我们来到萨满的面前，在吟唱声中进入了梦境。大黄蜂的诞生源自于一场交易，为了让子嗣获得尊贵的血脉，蜘蛛女王赫拉以陷入永眠为代价，与邻国的王沃姆进行了繁衍。赫拉对这只幼虫倾注了所有的爱意，为了让它摆脱王室的命运，获得真正的自由，赫拉放弃将女儿作为继承人培养，反而是托付给了蜜蜂一族，并命名为大黄蜂。但事实上，沃姆在与赫拉进行繁衍以前就已经有了一名妻子。他们共同研究虚空，并找到了压制虚空的手段——白绽花。大黄蜂进入回忆目的就是找到父亲的妻子白色夫人，并从他的手中获得白绽花。白色夫人同样是一位近乎半神的存在，她在回忆中察觉到现实的困境，于是主动将花朵交给了我们。梦境散去，大黄蜂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。潜入深渊，通过与蕾丝的虚影对话，我们得知在虚空湖的底部，它早已被虚空侵蚀。那么带上白绽花，跳下湖水，这将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战。蕾丝的力量被虚空进一步强化，我们在对抗它的同时，还要时刻注意虚空的侵蚀。这一战打得十分艰难。就在我历经千辛万苦，勉强将它打进虚空，以为就这样结束时，它竟然还有第2阶段，虚空变得更加致命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尝试，包裹在他身上的黑暗终于被针刃切开，此时的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都已经濒临崩溃。好在看见女儿脱离危险，苍白之母也清楚了我们的来意，她将最后的丝线传递给大黄蜂，帮助我们从虚空中逃离，自己则留在湖底接受被虚空吞噬的命运。抱紧蕾丝汇聚力量，在丝线的牵引下，我们一路向上。然而正当要离开虚空湖时，线却断了。绝望经历了一路的坎坷，却要倒在黎明之前吗？死亡一样的寂静中，白绽花开始散发出光亮。就在虚空触手即将穿刺大黄蜂的甲壳时，光芒出现了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，大黄蜂的父亲与白色夫人对于虚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吗？我们面前正是他们的产物，大黄蜂同父异母的兄弟，是这个前传空洞骑士的主角，回应白绽花呼唤而来的
虚空之神。在见到他以后，大黄蜂放下负担，彻底昏倒。而虚空湖的上方，苍白夫人的丝线终于被切断，平静的水面中伸出触手，将我们送回了岸边。蕾丝从昏迷中醒来，虚空姐妹的结局达成，到这里，诗词歌才真正进入了尾声。最后的过场司机中，我们能感受到蕾丝的迷茫与悲哀。她失去了母亲，又即将因为丝线不足而濒临死亡。母爱、信仰。当蕾丝失去了这些精神上的夹克，开始真正直面现实，纯粹由丝线编织的她，到底何去何从？此时，当你打开游戏的主页面，那根伴随我们一路向上攀登、一步步切开命运的丝线，最后直指神明的真人旁，静静地多出了一根属于蕾丝的金钉。其实，关于何去何从的问题，游戏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，不是吗？